面前向来生龙活虎的人难得卡壳，他别过了脸，语气有点慌乱。哦，没什么，看起来有点不对。然而还没等蓝湛问，门再次被敲响了。是穆小姐来帮他们调整衣服了。因为我也是设计师出身，身上总是会带些针线。穆小姐坐在床侧，一边帮蓝湛修改腰带，一边闲聊。大概是因为年龄相仿，他们聊起天来并没有什么阻碍。做设计师最好玩的就是可以随时想改就改，可能早上穿出去是礼服，回来就变成了休闲。魏婴身上的服装还没有换下来，她盘腿坐在蓝湛的床上，笑道：“那这次的时装秀也是你策划的吗？”“是我呀。”“魏先生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因为第一天就看到你拿着策划案去找董事长了，很容易猜到的。”“魏先生好厉害，是做什么职业的？”“哦，给国家打杂的。”魏婴看了看蓝湛，笑道：“你看我朋友这颜值，必须上交国家呀。”穆小姐抿着嘴笑了起来。魏婴见逗她笑了，便继续道：“说起来，穆小姐，明天我们发型还要变吗？明天早上会有造型师过来的，你们是贵客，自然要周到一些了。”“哇，不会还要化妆吧？这么厉害！两位这么好看，化妆是不必了，上层粉底好不好？”穆小姐笑着拿剪刀剪掉线头，将腰封举起来看了看，递还给蓝湛：“蓝先生，您再试试。”蓝湛点头，起身将腰封往自己腰身上比了比，刚刚好。魏婴托着腮，哇了一声：“穆小姐，你好厉害，这才几分钟就完事了。针线活是服装设计师必备技能，我之前试做都是自己动手呢。”穆小姐收起针线，起身笑道：“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二位早些休息，我去董事那里看一看。”魏婴笑着目送穆小姐出门，嘻嘻道：“穆小姐还真挺温柔的，像我阿姐。”蓝湛没吭声。“蓝湛喜欢。”魏婴一愣，旋即大笑出声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蓝湛你说什么呢？哈哈哈哈哈！”次日，魏婴被蓝湛从被窝里撕了出来，脸还没洗完，造型师就来了。“等等等等，你们先去帮我朋友，我穿个衣服。”堂堂国家警察，这日子过得跟当红明星似的。当魏婴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衣服一层又一层地套好，奔出洗漱间，蓝湛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。造型师正在给他加假发片，因为蓝湛的头发一向被剪得很利落，所以遮挡这道程序做得有点艰难。蓝湛本人显然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围着，动作都有点僵硬，但是从魏婴这个角度看去，当真是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。淡淡的颜色，淡淡的神情。蓝湛垂着眼睛，薄唇抿紧，下颚微微收起，白皙的脖颈被层层叠叠的衣领压住，腰封下是昨晚魏婴刚刚还过的腰肢，蓝警官的长腿背下摆盖的岩石，整个人却显得越发的高挑。魏婴无法忽视且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春心动了不止一下，然后他突然想到了某一天晚上那种感觉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然后他成功地惊到了自己，一直到造型师离开，他们两个来到11层的大厅，魏婴也没回过神来。最终是步入会场，魏婴被参差不齐的造型水平雷醒了。出席的明星质量自然没得说，但是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员领导套上这些层层叠叠的服装，倒真的很像古时候油腻的地方县官。造型师尽力了，无奈实在是回天乏术。魏婴毫不犹豫地扭转视线，盯住了蓝湛，后者微微皱起眉，以眼神询问。魏婴言简意赅：“洗眼。”时间还没到，魏婴和蓝湛无处可去，随便找了个角落站定，为某人的贼手又想去摸块蛋糕，还没碰到盘子，忽然从旁边飘来条发带，淡粉色，上面还绣了朵精致的小梅花，悠悠地搭在了魏婴的手腕上。魏婴一愣，伸手捻起这条小发带一端，顺着看上去，眸光不由一亮。是不同于蓝湛的触人心弦，从窗外打进来的阳光映着女孩柔美的侧脸，全然没有已经为人妻的成熟味道。淡粉的汉服包裹着上青色的肢体，倒像极了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，正与女伴有说有笑。“穆小姐，这么巧啊！”穆小姐一愣，转头看到魏婴才重新展露笑容。“魏先生，蓝先生，早上好。”魏婴负起手，笑眯眯地夺过去。他觉得这位穆小姐跟江燕离很像，自然而然的很有好感。他咦了一声，道：“好香。”
是香脂吧？我自己调的，魏先生喜欢吗？可以送你一些。哪有大男人涂香脂的，就是觉得好香。是吧，蓝湛？蓝湛没吭声，只是站在他后面紧紧盯着他。魏婴看不到，穆小姐倒是看得一清二楚。她心里莫名升起一丝异样，但是仔细想想，又想不到哪里奇怪。在之后，李董事如约主持了开幕，叫走了穆小姐，陪她回到自己房间。过程花了10分钟，魏婴和蓝湛便看到回到了会场的穆小姐。30分钟后，穆小姐找到魏婴和蓝湛，告诉他们李董事交代半个小时后让秘书去屋里找他。秘书小姐临走时，穆小姐让她先去楼下酒窑里拿上董事长珍藏的红酒。20分钟后，秘书小姐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来，说董事长房间里没有人应门。2分钟后，魏婴和蓝湛来到15楼，发现门已上锁，两人合力撞开木门。半分钟后，确认李董事死亡。魏婴迅速封锁现场，蓝湛报警。钥匙安然放在办公桌上。死者姓李，44岁，是知名服装公司董事长，死因是用绳索压迫颈部导致的机械性窒息。第一发现者是魏先生和蓝先生两人。对，赶到的警官在做完基本调查后，捧着小本本刚念完信息，转头就看见了魏先生正俯身在看尸体脖子上的勒痕，惊得本本都差点掉了，喝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请不要乱动现场的东西。”魏婴头也不回地伸手要从上衣口袋里掏证件，却掏了个空，这才想起来自己穿的不是日常的衣服，于是他转向自己腰间，从穆小姐给他们缝的裤兜里掏出来警察证，娴熟地翻开第1页，将证明面向那位警官。省警察厅刑侦大队副队长魏婴，请多指教。那边蓝湛也做了同样的动作，两个人甚至连举手都是同时的。省警察厅刑侦大队队长蓝湛，现场由我们接管，有劳。可怜无名小刑警刚出山就撞了2位大人物，本本都惊掉了。魏婴收起证件，仔细看过尸体上的痕迹和眼球，招呼旁边取证的刑警借过摄像机，熟练且利落的咔咔拍照取证，然后把相机交回，伸手将尸体从椅子上挪了起来。蓝湛帮他把尸体搬上担架，附上白布。跟来的2名刑警完成群众安抚任务，回到现场。魏婴看到他们，道：“你们派个人去调一下电梯里的监控录像。”蓝湛道：“还有楼下酒窑。”于是2名小同志脚不沾地的跑了。安排完任务，魏婴把椅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疑点只有一处，椅背不太平整。死者坐的椅子是实木做的，沉重且坚固。椅背上2处略小的凹陷还是魏婴摸出来的，要不是他经验老道，一准就忽略过去了。蓝湛，你来。旁边在检查地毯的蓝队长闻声而来，被自己的副队长一把抓住手背，放到了椅背上。你摸摸。蓝湛点头。嫌疑人范围可以缩小。蓝湛同样点了点头。需要借助椅背受力，凶手极有可能是名女性。魏婴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沙发上的秘书小姐和穆小姐。